有没有想过，一台价值12000零吉的电竞笔记本电脑，究竟能够提供到什么样的体验？今天呢，我从E-League拿到了这一台 Serena-S， 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Serena-S 主要是面向电竞游戏体验的用户，采用17寸 2K 165Hz 的高刷新 IPS 屏幕。我拿到的这台配置是 Serena-S 里头的顶配规格，采用了 AMD Ryzen 9 5900HS 处理器，8核心16线程，最高睿频达 4.6 GHz， 搭配了 RTX 3080 Lite 的显卡，并且提供了高达150瓦的功耗上限。另外还有 32GB DDR4 32MHz 双通道记忆体内存，500GB 的 M.2 MEMV SSD， 并且原生支持 WiFi 6无线网络，规格堪称豪华。当然价格也非常的豪华，直接来到了12826零吉。那它的实际性能又是如何呢？在开始进行性能测试前，先来看看外观规模。Serena-S 本体重量达 2.42 公斤左右，搭配的充电器是230瓦，充电器本体重量为864克，总计3公斤的重量称不上轻巧，毕竟本身就是一台17寸的电竞游戏笔记本，外加230瓦的大号充电器，想要有小巧的体积和重量确实比较困难。A 面采用精简的雾面喷射处理，外加E-League的 logo， 看起来还是挺耐看的。B 面则是窄边框设计的17寸 2K IPS 165Hz 高刷新屏幕，通过 Spider-S 的矫正处理，可以发现原厂的屏幕校色还算可以接受，只有轻微一点点偏蓝的情况。而屏幕面板的色彩表现提供了100%的 sRGB、77%的 Adobe RGB、78% 的 DCI-P3。以笔记本的屏幕表现来说还算可以，就算是要拿来进行修图和剪片处理，这个 2K 屏幕也是绝对能够胜任的。芯面采用了全键薄膜 RGB 键盘，打字的手感反馈还算不错，灵敏度还是可以的。只可惜并非机械键轴，对于一些偏爱段落感的用户可能不是那么友好。可以通过E-League的软件来调整灯光风格，不过能够更换的选择也不多，可玩性相对比较一般，只能进行简单的灯光效果。另外，芯面的两侧提供了2个小灯条，同样能够在E-League的软件来进行灯光效果切换。有趣的是，这2个小灯条的灯光风格选择比起键盘还来得更加多样化。触摸板采用了大面积的设计，使用起来的手感非常好。除了一如既往的双触控开关触摸板的功能以外，还提供了关闭半个触摸板的功能，让用户多了一个选择，不必担心触摸板过大而不习惯使用。底面拥有非常多的散热孔位，这让我非常期待它的散热性能表现。接口的部分，左侧提供了一个 USB 3.2 Gen 2接口，一个麦克风接口以及一个音频输出接口。右侧则提供了2个 USB 3.2 Gen 1接口和一个 SD 读卡器。后方部分提供了一个安全锁，一个支持屏幕输出的 USB 3.2 Gen 2 Type-C 接口，一个 HDMI 2.1 Type-A 接口，一个有线网口以及一个充电接口。由于后部提供了 I/O 接口的关系， Serena-S 本身打开的幅度最多只有140度左右，不过依然还是能够勉强通过单手打开。然后是内部构造，拧开所有低面的螺丝即可轻松的看到内部构造。CPU 和 GPU 采用了无热管互联的散热模块，搭配2个高转速风扇进行散热。打开了散热模块后，可以明显发现我拿到的这台 Serena-S 是预先涂上了暴力熊 Chrononaut Extreme 的散热规制。而在E-League官网上，你还能够额外升级使用液态金属散热方案来提升散热能力。不过液态金属散热方案只限 Intel 版本可选择，而 AMD 版本最高的散热方案就是这个 Chrononaut Extreme 了。在通过10分钟的烤鸡温度测试，单烤 FPU 的 5900HS 温度表现为89度，频率维持在全核心 3.7 GHz 左右， CPU 功耗为55瓦。而3080 Laptop 进行10分钟的甜甜圈烤鸡，核心温度为79度，显存温度为84度，显卡功耗维持在150瓦。最后进行了 CPU 和 GPU 双烤，5900HS 的温度直接来到了95度，处理器功耗为42瓦，频率维持在全核心 3.2 GHz。
而3080 Laptop 则是维持在145瓦功耗，核心温度为79度，显存温度为84度。虽然 CPU 的温度看起来比较紧张，不过在 AMD 的官网可以发现5900H的上限温度在105度，所以95度的烤鸡温度还是在安全的范围。加上日常不管是工作还是游戏用途，都不太会有那么高压力的负载，所以温度表现会比起测试更好一些。而3080 Laptop 以150瓦高功耗的表现来说还算可以，而且也不会因为功耗负载过高导致3080 Laptop 分到的功耗会有明显的减少，从而影响游戏性能的体验。记忆体内存提供了2个插槽，采用自家贴牌的记忆体内存，通过 AIDA64记忆体缓存跑分测试，22、22、22、52的时序确实表现比较一般。如果对于记忆体内存的性能或品牌比较敏感，可以通过加价更换成三星的记忆体内存。不过关于三星记忆体内存的具体性能，我就没办法给各位进行测试了。硬盘扩展的部分提供了2个 M.2 插槽，原配的 500GB 也是一个 OEM 的 SSD， 采用了群联的 E12S 主控，通过软件检测使用的是 TLC 颗粒，读写速度为2000 MB/s， 属于比较一般的 NVMe 盘。当然，同样可以通过额外付费升级成金士顿 A2000 或是三星的 PM981 以及 PM981A。不过以我个人的推荐 ，500GB TLC 颗粒外加2000 MB/s 的读写性能，拿来做系统版已经算是足够的了。对于一些大文件工作需求，比如视频剪辑之类的，可以通过加装第2条更高速的 SSD 来提升工作效率。电池搭配的是4100毫安时93瓦时的规格，通过 PCMark 的续航测试只有1小时54分，而造成续航表现不理想的原因，则是因为这台并没有搭配核线，都是直接使用3080 Laptop 作为输出，功耗比较高，加上电池规格也比较一般，所以续航表现比较弱也是在所难免的。看完了外观和内部，接着就是来进行性能实测了。在 CPU-G 的理论跑分里 ，5900H 获得了单核610分，多核成绩5774分；而在 Cinebench R20 单核分数为571分，多核分数则是4597分。在最新的 Cinebench R23 单核分数是1466，多核分数则是11799。接着在 VRAM 血人跑分获得了8343分。综合来看 5900H 的表现，单核性能拥有吊打全部 Zen 2架构的处理器。多核性能则是和桌面处理器 3700S55 开，考虑到我给它只提供了55瓦的功耗上限，这样的一个性能放在笔记本电脑里确实非常出众了。CPU 的性能表现非常优异，那么3080 Laptop 的性能呢？通过 GPU-G 的完整规格，3080 Laptop 使用核心代号 GA104， 采用三星8纳米制程工艺 ，256B GDDR6 16GB 显存。虽然它叫做3080 Laptop， 不过实际上规格却是和桌面版3070比较接近，只不过3080 Laptop 的显存多了1倍，功耗上限也比较低，所以要拿来和桌面版3080的性能来比较，确实比较不公平。而 Celeron S 提供了高达150瓦的功耗上限，我对这个3080 Laptop 的性能也算是蛮期待的。果然通过 3D Mark TimeSpy 的跑分测试，总分来到了11544分。5900H 的 CPU 分为9333分，3080 Laptop 的图形性能分为12049分。而 4K 模式下的 TimeSpy Extreme 测试中，总分为5602分 ，CPU 分数为4246分，图形性能分数为5937分。另外，在光追性能测试 ProRoyal 也获得了7319分。除了理论性能测试，也少不了游戏性能实测。在 CSGO 全最高画质下，1080p 分辨率拥有平均443帧 ，2K 分辨率平均获得367帧。接着在 Dota 2同样为全最高画质设置中 ，1080p 分辨率平均获得185帧，而 2K 分辨率也保持着平均172帧。接着是绝地求生，画质为3级制画质设定 ，1080p 分辨率能够拥有215帧。而 2K 分辨率也能够拥有195帧，能够完美发挥 2K165 的屏幕。然后是单机游戏测试，首先是最终幻想15，画质设定为高 ，1080p 分辨率下能够拥有平均125帧，而 2K 分辨率下也能够维持在95帧的表现。接着是控制，画质全最高画质特效，基本上除了 2K 分辨率打开光追特效，并且不开启 DLSS 功能，只能维持在48帧以外，
其他情况下都能跑满60帧以上，最高甚至来到了110帧。然后是赛博朋克2077全最高画质，同样只有在打开光追并且不开启 DLSS 的 2K 分辨率下只有25帧，其他表现都是能够维持在60帧左右或以上，体验非常的好。然后是古墓丽影暗影，画质为全最高画质特效，不论是任何场景都能够维持在60帧以上。1080p 不开启光追甚至来到了120帧的平均帧数。看完了游戏测试，不得说5900Hz 搭配上满血功耗的3080 Laptop， 确实能够实现 2K 高画质流畅体验的表现，甚至比起一些桌面电脑的游戏性能还来得更加出众。加上17寸的大屏幕，即使不使用外接屏幕，也能够有不错的游戏体验。Silverline S 提供了3个模式，分别为办公模式、游戏模式和加速模式，每个模式都提供了不同的功耗和性能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Fan Boost 按钮来让散热风扇直接以满速状态运行。这边我也录制了默认加速模式以及 Fan Boost 模式的噪音体验给各位参考。由于处理器是5900Hz， 我也尝试了看看如何实现笔记本处理器超频的体验。只不过，伊利哥本身的软件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超频选项，只能够单纯的提升处理器功耗来提升性能。最终我尝试了将5900Hz 的功耗调整至65瓦，通过 Cinebench R20 的跑分测试，单核分数提升到了1476分，多核分数也提升到了12599分。10分钟的 IDA64 FPU 烤鸡温度上升到了95度，频率也维持在全核心 3.7 GHz。最后来说一说我对这台 Silverline S 的观点。这台 Silverline S 的游戏性能表现确实称得上是当今电竞游戏本中的第一梯队了。不过12000级的价格，我相信会有不少人直接被劝退，加上并没有提供机械键盘，对于追求段落感的玩家，花了大钱，除了性能以外，并没有太多额外的体验，确实会有一点觉得可惜。另外，5900Hz 搭配3080 Laptop 的性能虽然强悍，但却并不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其主要原因在于5900Hz 和3080 Laptop 本身与5800Hz 和3070 Laptop 的性能差异并不太远，以及伊利哥并没有为5900Hz 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超频选项，而导致5900Hz 本身的价值就无法完全体现出来。而3080 Laptop 与3070 Laptop 的差异本身就不多，都是采用 GA104 芯片和 256bit GDDR6 显存，而主要影响两者的表现在于出厂功耗上限。Silverline S 给3080 Laptop 的功耗上限为150瓦，而3070 Laptop 也拥有140瓦的功耗上限，所以和3080 Laptop 之间的性能差距理论上就不会太多。另外，如果选择5800Hz 搭配3070 Laptop， 还可以直接省下3800级，这也是我在这一款 Silverline S 上最推荐的规格选择。考虑到如今桌面显卡大幅涨价，货源也非常吃紧等问题，如今的游戏笔记本电脑可以说是另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除了没有太多的价格涨幅，拥有接近当代桌面电脑的性能，以及更加的方便携带，都是在如今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你这是在考虑到底是要购买桌面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在你的预算不是非常吃紧，对于游戏性能要求也比较高的情况下，以及有时常外出携带的需求，这款 Silverline S 说不定会是能满足你的一个好选择。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另外，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还可以到 Buy Me a Coffee 或通过 Touch 'n Go Wallet 打赏支持我。觉得这次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还能够到我的 Discord 群组来一同交流。除了有更多第一时间的数码科技内容分享，有装机需求建议的也能够到那里寻求帮助。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影片见。